你觉得打刮胡泡哪个装备最重要呢？是碗吗？没有碗，你可以在手上起泡，在脸上起泡，碗并不重要。那是刷子吧？没有刷子，你也可以用手指搓揉起泡，刷子也不是必要的。真正重要的是水。滑走你就草率哦。水其实有很大的不同。如果你是用水龙头的自来水起泡，可能就是你泡沫打不好的原因。水还不是都一样？看起来很像，但就是不一样。不信你问问身边泡茶、泡咖啡的高手，你问他们泡咖啡用的是哪种水，100%不是自来水。两个数值，酸碱值跟硬度。酸碱值就是 pH 值，泡茶要用 pH 值小于7偏酸的水，泡咖啡用比较酸的水，咖啡豆的味道才不会被抵消。硬度是水中钙镁离子的含量，钙镁离子少是软水，钙镁离子多是硬水。钙镁离子就是人们常说的矿物质。泡茶很多人喜欢用山泉水，加入甘甜，原因就是山泉水里有微量的矿物质。那不同的水对刮胡泡有差吗？当然有啊！肥皂的脂肪酸钠会跟水中的钙镁离子结合，形成脂肪酸钙跟脂肪酸镁，也就是俗称的皂垢。水越硬，皂垢越多，泡沫就越少。你在网络上搜一搜，他们都会告诉你，硬水会产生皂垢，不利于起泡。偏偏在台湾，越往南水就越硬。你水龙头的自来水很有可能就是硬水。如果你用水龙头的自来水起泡，你的刮胡泡可能就打不好。所以江湖传言，把硬水换成软水就可以打出很多泡沫。软水是刮胡泡的起泡神器。干嘛呢？今天就来试试看，软水、硬水打出来的刮胡泡会差多少。Fight！ 判断软水常用的是滴定法跟 TDS 值。TDS 有数值，很容易判断，我们采用 TDS。我家自来水的 TDS 值是58 ppm， 是软水，但是不够软。我试了很多方法，想把它变软跟变硬哦。比如说，把水煮开，让它变软；在水里面丢一颗石头，让它变硬。在那边不罢波贵气啦，用买的比较快啦。软水，台湾最容易买到的是泰山纯水。泰山的客服跟我说，这个水的 TDS 值是 0.6， 我测试的数值是1。泰山纯水是软水没错，而且超级软。硬水我选的是 Evian 的 TDS 值是345，超级硬，全球统一标准。市面上还有比 Evian 更硬的水 Contrast TDS 值2032， Gerolsteiner 2527，要求哦，光看就感觉肾结石了，有没有？大多数人的自来水没有这么硬， Evian 就够了。样本多，测试才会准。我们会测试10款刮胡皂，每款分为实验组跟对照组。实验组跟对照组的水量相同，起泡时间相同，肥皂的用量都是1公克，只有软水跟硬水的不同。Play One Porasol 泡沫的标准是有光泽、有延展性的泡沫。这种泡沫水分多，肥皂会暴露它的优点跟缺点。如果水太少，会掩盖缺点。Porasol 的水量 13.6cc。有立体度就很绵密。Porasol 软水可以打出240ml 的泡沫，请记住这个数字，这个是之后的标准。改用硬水，泡沫会差多少呢？
水量一样 13.6cc， 泡沫一样有延展性，看起来也不差。好像可以啊。Proraso 硬水300ml，不是说用硬水泡沫会比较少吗？那你颠倒病。敢安呢？只做一次测试不准 ，Proraso 的测试我做了3次，肥皂跟水的用量都精准到 0.1 公克，每一次的结果都相同，硬水的泡沫就是比较多。其实不止 Proraso 啦，每一款肥皂我都打了3次，10款肥皂就要打30次，30次再分为软水跟硬水，次数再乘以2，我打泡打了60次，打到我口吐白沫，打到我怀疑人生。你重复这个实验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刮胡皂可以打这么多泡，那刮胡膏泡沫会不会比较多呢？ Play 2 Proraso Blue， 刮胡膏的水量 15.2cc， 比刮胡皂多一点。Proraso 刮胡膏软水 270ml， 比刮胡皂多 30ml， 刮胡膏的泡沫真的比较多。网络上都说硬水打出来的泡沫又少又薄，这个有又少又薄吗？说实话看不出什么差别。Proraso 刮胡膏硬水 285ml， 靠腰怎么又打脸了？硬水的泡沫不是会比较少吗？干嘛呢？泡沫最少的是用软水的刮胡皂，硬水都可以起泡，而且泡沫的数量更多。要泡沫数量多、很会起泡的刮胡皂，你会想到哪一款？ Play 3 Arko， 听说 Arko 用肉桂仔梅也能够起泡，水量 18cc， 不过这个水量好像多了一点，少个 0.2cc 会更好。这么便宜就有这种品质，卖叫他的名，叫 Arko 第一名。Arko 软水 275ml， 怎么跟 Proraso 差不多？Arko 不是随便打泡沫就超级多吗？看到贵，一样 18cc， 用软水水量过多，用硬水就刚刚好，立体度也比较好哦。Arko 硬水 275ml， 软水硬水的泡沫一样多，硬水的泡沫没有比较少。这个其实在讲另一件事情，用硬水 Arko 的泡沫比 Proraso 还要少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 Proraso 有刮胡膏，那 Arko 有吗？有啊， Play 4 Arko Shaving Cream， 不妙哦，一打就知道不妙哦。虽然它也叫 Arko， 但是起泡的手感明显变少了。水量 14.4cc， Arko Shaving Cream 软水 210ml， 这个泡沫是所有测试中最少的。同品牌 Arko 的刮胡皂容量比它多 65ml， 它少了整整1/3。奇怪，那种发炉澎湃的手感又回来了。Arko 就是要配硬水才对味啊！硬水的泡沫比较多哦。Arko Shaving Cream 硬水 285ml， 夭寿哦，哪会差这？差了1/3啊！不是说软水是起泡神器吗？敢安呢？Arko 的刮胡膏其实可以打出跟刮胡皂一样多的泡沫，前提是要用硬水，不要用软水，不用给它吃太好，不然会落晒。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，超硬的硬皂会不会有更多的泡沫？别人都说浓缩的才是精华啊。Play 5 by Lee，
为什么选百利油？除了它很硬，用汤匙刮不动以外，这个是买刮胡刀送的，免钱甭用啦。百利的水量 16.5cc， 百利软水210ml。哇塞啊跟刚才阿口刮胡膏一样，并列倒数第1名。含水量低、比较硬的硬皂，并没有比较多的泡沫。那种发炉澎湃的感觉又回来了，而且我感觉硬水更容易起泡。百利硬水280ml， 百利硬水的泡沫比软水多1/3，跟刚才的阿口一模一样。到这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硬水也可以打出来泡沫，而且泡沫比软水还要多？ Rheology Lab 有一个很类似的实验，也是用软水跟硬水来起泡。网络上那些硬水不能起泡的实验，是在水里面搓肥皂，皂垢会分散在水里，跟我们用刷子打刮胡泡的情况并不相同。Rheology Lab 是把空气喷进肥皂水，连续喷个30秒，这种持续把空气打进去的方式，更像是我们打刮胡泡。这个是泡沫高度比较，这2条线是硬水的泡沫高度，有2个产品，所以有2条线。这2条是软水。一开始没多久，硬水的泡沫高度跟软水差不多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硬水可以起泡啊，哪里不能起泡？敢安呢？我真是的。那为什么硬水打出来的刮胡泡比较多呢？你看这个，左边是软水，气泡小，泡沫的结构比较绵密；右边是硬水，气泡大，结构比较松散。软水的气泡就像纸盒，硬水的气泡就像纸箱，一直把空气打进去，就会增加纸盒跟纸箱的数量。硬水的纸箱数量虽然比较少，但是一个纸箱就比好几个纸盒大啊，最后纸箱累积的总体积就有可能比较大。也就是说，硬水产生的泡沫就会比较多。只要你的刮胡皂不是一丁点泡沫都打不出来，那么只要用刷子一直把空气打进去，聚沙成塔，积少化痰，硬水的泡沫就会比较多。百利的泡沫没有很多，你可能会说啊，是价格的问题啦，1分钱1分货啦。那么用贵一点的刮胡皂打出来的泡沫会比较多吗？ Bray 6 One Bray One Bray 对水量很敏感，要控制得很精准。水量只有 11.5cc， 是所有产品中最少的。支撑性还可以哦，不是水太多软软烂烂的那种。One Bray 软水230ml， 倒数第2名的少，只比阿口 Shaving Cream 跟百利多一点。呀拜，这个手感很空虚哦。One Bray 硬水拉查拉嘞205ml， 终于出现一个正常的了，软水的泡沫比较多，不过也只多那么一点点。实际情况是$25的 One Bray 泡沫是所有产品中最少的。泡沫那么少还卖那么贵，安内敢丢？用泡沫的多寡来判断肥皂的好坏是小学生的水准。我们要看一个肥皂好不好，不能那么肤浅。我有敏感性皮肤， One Bray 是少数不会让我过敏的产品，不管在脸上放多久都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。一款刮胡皂，不管它的价格有多贵，泡沫有多多，香味有多棒，只要它让你感觉刺激、受伤、不舒服，它就不是好的肥皂。如果刮完胡子脸上有干涩不舒服的感觉，很多人会怀疑肥皂的成分，但是很少人会怀疑水。用硬水洗脸，皮肤会干燥紧绷，
这是硬水吸收皮肤的水分，产生矿物质残留造成的。皮肤一旦缺水，你的脸就会加速老化。硬水除了会使皮肤变差，它还会降低肥皂的保护力。Press 7 Williams， 你觉得刮胡泡的泡沫可以保护皮肤吗？泡沫是可以提供缓冲，但是不能防止刀片刮伤。真正可以保护皮肤的是皂膜。举个例子，刮胡凝胶或是刮胡油，根本没有泡沫啊，但是它们对皮肤的保护力更强，因为它们会在皮肤上形成刀枪不入的保护膜。Williams 很明显就可以看出皂膜好坏，因为它的皂膜很强，但是泡沫很烂，哈哈哈哈。它不是烂，它只是白里透红，与众不同。怎么形容呢？空。这种很空、很碰风的泡沫，用膝盖想也知道，缓冲一定很差。Williams 一点点水就可以产生大颗的气泡，这种大气泡会让你感觉水加太多，以为它不能加很多水。我试过 6cc、10cc、15cc， 最后 12.5cc 的水拉出来的泡沫有延展性。你不能从泡沫绵不绵密去看哦，它的字典里没有绵密这两个字。砂锅大的气泡，夭寿哦，要爆了。Williams 硬水505ml， 来，优点来了。搓这么久，皂膜还是存在。这种非常厚、非常滑的皂膜才能保护你的皮肤。你看，可以拉那么长，硬水的泡沫也有延展性。人客啊，破表啊啦 ！Williams 硬水550ml， 硬水的泡沫比较多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吓不倒我的。硬水的泡沫更软、更稀疏，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雪上加霜了。皂膜明显变薄了，容易脱离，搓几下就没了。用硬水会连唯一的卖点都没了。在 Williams 身上，你还会看到硬水另一个缺点：消泡速度。这种空虚的泡沫消泡速度超快。为什么会消泡呢？气泡外面这一层膜有水，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，水会往下流，皂膜的顶部会越来越薄，薄到一个程度，泡沫就会破开，就会消泡。要减缓消泡速度，你要注意表面张力。两个变因：一、液面性质，肥皂在软水的溶解程度高，浓度越高，粘度越高。粘度高，水流动的速度变慢，表面张力低，气泡就不会破。也就是说，软水的消泡速度比较慢。硬水会产生皂垢，皂垢附着在气泡表面，就像你拿一根针去戳泡泡一样，消泡速度就会比较快。刚才 Rheology Lab 这张图讲的是泡沫高度的变化，也就是消泡速度。软水的泡沫高度很稳定，消泡速度慢。硬水的泡沫中间就不行了，后面就 GG 了。如果你刮胡子刮光头的时间会超过5分钟，那么就要用软水，不然泡沫很快就消泡了，不能陪你到最后。第二个影响表面张力的是温度，温度会改变水的粘度。冷水粘度高，泡沫不容易破；热水粘度低，水温越高，泡沫就越容易破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不要用热水打泡了吧？我们总是会有错觉哦，以为用热水可以打出更多的泡沫，还会用热水来泡肥皂、泡刷子。
但实际状况是，如果你用水龙头流出来的热水起泡，又热又硬，温系耶！Williams 的泡沫不 OK， 看不出泡沫的好坏。我们需要泡沫的优等生 Play at Cella。Cella 来自意大利，所以不要念成 Cella， 要念 Cella。Cella 在万国博览会得过金奖，还得过大十字勋章。你看，赞不赞？Cella 的水量 18cc， 加了 18cc 还有点粘稠，还可以加进更多的水。牛脂皂的特性非常明显，非常浓厚，非常粘稠。Cella 软水 340ml， 数量第3名的多，而且每一 ml 都是绵密扎实的泡沫。有多绵密呢？像不像馒头？这个弹性跟刮胡泡喷罐一模一样，缓冲性能非常好，超勾超黏。如果你想找一款很容易买、泡沫品质很棒、价格又不贵的刮胡皂，强力推荐 Cella。说到价格，一般人会选 Proraso 当入门皂，150克的 Proraso ml 卖10到11美元。Cella 的价格也差不多，还更便宜一点。Proraso 的泡沫有 240ml， Cella 可以打出 340ml 的泡沫，是 Proraso 的 1.4 倍。泡沫的品质更不用说， Cella 完胜。价格差不多，泡沫多4成。如果想入门刮胡皂，没有理由不选 Cella。Cella 硬水 400ml， 哪个多已经不重要了啦。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泡沫品质。硬水皂膜明显变少了，一下子就会被推开，摩擦的手感发涩。这是软水的，硬水的，那种牛脂厚实粘手的感觉消失了，变得比较软，比较水，变得没那么扎实，没那么 Q。 之前软水的泡沫挤出来像馒头，用硬水明显就有差。馒头，泡烂的馒头。不过你说它的泡沫差吗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就算用硬水，但是也不会比其他肥皂差。买它就对了。硬水打出来的泡沫还有一个缺点 ，Play Night Rail Rock。这个缺点是泡沫会结块。软水的泡沫你这样搓都很顺，没问题。硬水的泡沫会结块，会有断层出现。看无啊，哪有差？迄个妈咪换一排较水的 Williams， 安尼有差无？有哦，有一块一块无？有哦。泡沫会结块是皂垢造成的，皂垢很黏腻，摸起来像发蜡黏黏的感觉。这种黏黏的东西混在泡沫里，都会结规完，一块一块，泡沫也会变得干燥。这种一块一块干燥的泡沫，它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你还希望它可以帮你保持润滑吗？太干只是让你不舒服而已。只是干妹妹，刚认识的干妹妹，白天干妹妹，晚上也是妹妹。Rail Rock 的泡沫在硬水会结块，不过换成软水就完全不一样咯。水量 16cc， 不管用什么角度看，软水的泡沫都没问题。这一款也是牛脂皂，泡沫调的比较软，比较轻，不是很厚重，不能呼吸的那种。软水 OK 的啦，两个差不多，都在300ml 左右。
这个容量比之前的 One Blade Pro 还要多。Red Rock 也只卖$10啊，跟他家的刮胡刀一样，小个短袜 ，CP 值超高。CP 值最高的是它的香味 ，Pros 是雪茄的意思。虽然它卖$10，但是这款刮胡皂的味道并不便宜哦。烟草、皮革、麝香、甘草，它是叼着雪茄的中年人，周围弥漫着灰灰的一颗一颗的烟熏味。皮革的味道很浓，暖暖热热的，是那种有点稳重、吼亚郎的感觉。年纪太轻的小朋友会撑不起来，很难想象$10可以做出这种味道。对，就是味道。刮胡皂最吸引人的就是味道。最后一款，全村的希望 ，Taylor of Old Bond Street。冰冷刺激的佛手柑，很冷冽，很干净，但是还有一股很浓的木质调藏在里面。木香、琥珀、天竺葵、薰衣草、广藿香、榴兰香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冲突的味道混在一起？又冷又热，又有柑橘的清新，又有木质的阳刚，难道这就是缤纷、豪华、luxury 的感觉吗？如果 Red Rock Pros 是叼着雪茄的中年人， Tops Some James 就是28岁左右，有点斯文，穿着合身西装的渣男。但是如果把软水换成硬水，这个渣男就会被烫扣篮。You， 哈哈哈哈 ，You， 用硬水 ，Tops 的味道明显被闷住，变小了，那种侵略性的柑橘调不见了。原本20颗的橘子，哇哇，剩下2颗。渣男被烫扣篮，那种 luxury 的感觉没了，闻起来还有点像洗衣粉。呵呵呵呵，硬水的确会改变味道哦。用硬水泡茶，茶汤的香气会变差；用硬水泡咖啡，香气跟酸味都会减弱，苦味会增加。做日本料理讲求原味，不会用硬水，会用软水。所以，如果你有香气特别好的刮胡皂，帮忙，请用软水，而且是冷水。那 Tops 有别人说的那么好吗？软水当然不会有问题，硬水的延展性也很好，不过泡沫没有光泽。Tops 的水量 18.2cc 是所有测试的产品中最多的。软水很细、很轻、很软，硬水弹性变差了，而且有大颗的气泡。软水的皂膜没问题，硬水皂膜还是有，但真的比较差。而且用硬水 Tops 也会出现块状的泡沫。软水 425ml， 硬水 470ml， 泡沫的数量是全部的第2名。那它卖$17，贵吗？ Proso 卖$10， Tops 价格是它的 1.7 倍。Proso 的泡沫是 240ml， Tops 有 425ml， 差不多也是 1.7 倍。这样他们的泡沫成本不就都一样吗？如果你能买 Proso， 没道理不能买 Tops 吧？综合以上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软水到底是不是起泡神器？从泡沫的数量来看，它不是。软水不能产生更多的泡沫，反而硬水的泡沫还多更多。硬水的起泡速度也不会比较慢啊。网络上那些说硬水不能起泡的是流言，是把不。但是如果从泡沫的品质、皂膜等等来看，软水打出来的泡沫效果比硬水好。如果你追求的是泡沫的品质而不是数量，
软水的确是起泡神器。与其买新的刷子、新的碗，不如把钱投资在软水上，才能马上看到效果。投资软水要花多少钱呢？泰山纯水1500ml，全脸卖18元台币，一罐可以用75次，一次起泡的成本 0.24 元，1块钱可以用4次。这样还嫌贵哦？那你可以买大罐的啊，大罐的吃较久嘛。刮个胡子要买碗，要买刷子，现在还要买水，就没有更简单、更省事的方法吗？曾经我茫然前行，刮胡子的路上，脸上被划出伤痕，找不到方向。为了雪冰这样的旅程，没有芦荟胶怎么会完整？虾米刷子碗工隆重美门，不必麻烦，不留伤痕。为了雪冰这样的旅程，没有芦荟胶怎么会完整？虾米红中挂上隆重美门，从此以后都100分。从此以后拢100分。呀哈哈哈哈！